最近，中国一些省市的儿童出现了大量上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病例，其中许多是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这种情况让人不禁回想起新冠疫情初期，医院挂号难，住院床位紧张。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肺炎支原体肺炎。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趣事的频道，我是摩西。肺炎支原体科学名叫 Mycoplasma pneumoniae，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细菌。它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没有细胞壁，这使得它们在细菌世界中非常独特。细胞壁在大多数细菌中起着关键作用，提供结构支持和保护。然而，肺炎支原体适应了一种不依赖细胞壁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生物学特征意味着它们对许多常用的抗生素，如青霉素类药物，这些药物通过破坏细菌的细胞壁来起效，具有天然的抗药性。此外，肺炎支原体还是已知能在自然界中独立生存的最小的生物之一。它们的大小和结构的简化，使得它们在细胞层面极为简约，依赖宿主提供的营养和环境来维持生存。肺炎支原体是一种导致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常见病原体，其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些飞沫通常在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产生。当感染者释放这些飞沫到空气中时，附近的人可能会吸入这些含有病原体的飞沫。目前的证据表明，肺炎支原体以气溶胶悬浮在空气中更长时间的微小颗粒的形式传播的方式相对较少，因此这些飞沫的传播距离通常有限，不会在空气中悬浮或传播很远。换句话说，与类似新冠病毒这类可以通过更小的气溶胶有效传播的病原体相比，肺炎支原体的空气传播能力较弱。这意味着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与感染者近距离接触时，尤其是在封闭、通风不良的环境中。感染后，病毒的潜伏期通常为2到3周，而且多发于冬季。在美国，每年约有1%的人口会感染肺炎支原体。肺炎支原体感染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轻微的呼吸道症状，这意味着许多感染者可能只经历类似普通感冒的症状，如轻微的咳嗽、喉咙痛、低烧或轻微的全身不适。这些症状通常不需要住院治疗，并且在适当的休息和支持性治疗下会自行好转。然而，大约有5%到10%的感染者会经历更严重的病情，发展成肺炎。在这些病例中，症状可能包括持续高烧、剧烈的咳嗽，可能伴有粘稠的痰或血丝、胸痛、呼吸困难以及全身疲乏。特别是儿童和40岁以下的成人，似乎更容易受到这种更严重形式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肺炎支原体感染可能导致所谓的白肺现象，这是由于感染导致的炎症反应使肺部在 X 光片上呈现出白色阴影。这种情况通常表明肺部有广泛的炎症或感染，需要更积极的治疗干预，如使用抗生素和可能的住院治疗。幸运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可以治愈的。在接受适当的治疗，如抗生素和支持性照护后，肺部炎症通常会逐渐消退，肺功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然而，治疗的关键是及时就医，以便得到正确的诊断和开始有效的治疗。在大多数病例中，及时的医疗干预可以预防潜在的并发症，并促使病情完全恢复。那该如何治疗呢？大多数肺炎支原体感染虽然会自然痊愈，但医生还是会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由于肺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它对传统的青霉素等抗生素免疫，因此医生通常会用大环内酯类，比如阿奇霉素、4环素或福奎诺酮类药物来治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给幼儿使用4环素和福奎诺酮类药物需要谨慎，因为它们可能影响牙齿和软骨的发育。最近的一个挑战是，肺炎支原体开始对大环内酯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特别是在亚洲，耐药率高达90%，美国的耐药率大约为10%。耐药性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感染者发烧和咳嗽时间更长。现在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变得更加复杂，主要原因有3：一是可能与流感病毒、新冠病毒等其他病毒同时感染；二是由于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的耐药性增加；三是目前小儿呼吸重症科医生和设备的短缺。这些因素共同使得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治疗和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为了在日常生活中有效预防肺炎支原体及其他呼吸道病原体的感染，采取以下综合性防护措施至关重要。首先，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经常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特别是在接触公共物品或进食前。如果没有水和肥皂，可以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部遮住口鼻，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其次，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在封闭空间中，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布口罩，以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在高风险环境下，如医院或疾病高发区，考虑使用 N95 或 KN95 口罩，以提供更高级别的保护。此外，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至关重要，尽可能定期开窗通风，以保持空气流通。同时，均衡饮食和充足休息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抵抗病原体的能力。最后，避免不必要的药物使用，尤其是抗生素，以减少抗药性的发展。在处理肺炎支原体感染时，确实有一些非处方药可以帮助减轻不适感，提供症状暂时的缓解，但这不是治疗。对于轻微到中等程度的咳嗽和喉咙痛，可以使用非处方的咳嗽药水或喉糖，它们可以帮助润滑和舒缓喉咙，减轻咳嗽。对于发热和肌肉疼痛，非处方的解热镇痛药，如扑热息痛 （paracetamol） 或布洛芬 （ibuprofen） 可以有效减轻这些症状。这些药物有助于降低体温，缓解身体的不适感。保持适当的水分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保持身体的水平衡，缓解咳嗽引起的刺激，并有助于缓解因发烧而失去的水分。当然，这些非处方药仅用于缓解症状，而不能替代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此外，在给儿童任何药物之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以确保安全和适当性。希望通过这些简单的措施，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降低感染肺炎支原体的风险，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